那这边我就找内建的就好了哦。那内建在 Architecture 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建筑类的，我需要这个平台。那平台上你可能放一点东西。那 Shape 里面也有一些基本的物件。那你在找这个物件的时候，尽量找那个圆球或是有曲率的，方方正正的东西就先不要用，因为你看不出它的那个材质的效果。好，那这边做完，比如说我这样再做一个。好，这样好了。好，那这里 F 看到它，然后我都归零，这里也归零。好，这个是回复预设值，这个归零。好 ，F 看到它，这样。好，我大概调这样，这一颗可能就高一点，大概是这样。好，简单布置一下。好，这个大概是这样。好，然后它有它基本的材质哦，在这个。也有那这个是模型，这个是材质。那材质只有一颗，所以只有一个元素0。那这个也是，那这个你要调，可以直接点2下就可以进去调整它的质感。那这一些我们先不动了啊，先不动。这个我们后面就是陆续介绍这个给各位所以我们现在需要自己做。那材质我要建一个，那这个资料夹我先取一下。好，材质我放在我自己的资料夹然后一样建一个资料夹，它的名称就是 Material 材质。好，然后进来之后呢，我需要一个新的材质，所以在空白处按右键，新建材质，好，那这里材质的英文是 Material， 所以它的代号前面用一个 M， 然后下底线隔开，前面是类型，好，用一个 M， 然后这个譬如说这是01好了。第一颗材质，好，那这个我给球所以直接这样，你指定材质的方式直接拖到场景中的球，那你可以选到要指定的球，然后丢在这里，2种方式都可以，好，那我现在直接拖到球上面，好，那材质指定上去之后，你会发现，棋盘格，那棋盘格的意思就是它还没有贴任何的贴图，所以点进来的话，它就是像这样一个材质的基本的属性，那这个是。一开始新材质都会有的。那我们介绍一下材质编辑器的操作在这里按右键不放是平移，滚动滚轮是缩放，最大缩放到1:1。你可以缩很小，但是你会看不太清楚但是你可以看到整个全貌。按住右键不放可以平移，按 F 是这里F 聚焦。那如果你选这里，那你就滚动滚轮，最多就是1:1那如果想要再更大，可不可以？可以，压着 Ctrl 再加滚轮就可以。放大于1:1但是这么大意义可能不太大了好，那这个看你你如果直接滚动滚轮，那滚到不能滚的时候，它就是1:1。那如果强制放大的话，压着 Ctrl 再滚动滚轮，这样那你只要没压 Ctrl 再重新缩放一下，它最多就是1:1。OK， 那接着我们来认识这一条就是 PBR 的材质。那上面的这一些属性都是 PBR 的构成属性，不能用的。这个代表类型不对，它就不能使用，所以这边我们后面会再讲它的类型。类型改变的时候，有些就可以，有些就不行所以这个后面我们再来看，这个比较进阶。那我们用预设值先认识现在亮白的这个几个功能，因为这是最常用的那进阶的话，我们再来控制它的子类型，然后来让灰色的功能开启可以用好，那这一个呢就是 PBR 的结构。好，我们先认识一下 PBR。它有2种工作流程，第一个是上面金属感跟粗糙度的流程，第二个是下面这一条那个路径反光跟光泽。大部分我们都用这个，那单字你要记Basic Color 基本色加粗糙度加金属感加这3个加在一起就等于这样的效果所以这里的基本概念要记，中英文要记，然后要去体会它的。意思，它的功能是影响在哪边Basic Color 表面色、金属感、反光、粗糙度等等这些，我们走这个流程了所以会有一个基本色、粗糙度、金属感。在 PBR 材质里面，它的每一个图都是单色，彩色的话它会有 RGB， 那其他通道都是灰阶。发线比较特别，发线就是 RGB 混出来这种紫色这样那基础色就是你给它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。粗糙度呢，就是用灰阶嘛，那黑的就是没有，白就是有
好，所以这里粗糙度会营造这里的粗糙感觉，那金属感就会营造它金属的感觉，在黑白这些区域这样子。好，那你以后你有看到别人用的是这个的话，那就是另外一个工作流程。那表面色叫 basic color 哈，也有人叫 diffuse。那如果是这个工作流程的话，也称为 albedo， 这个注意一下哦，这都一样的。然后这三个是共通的，这三个不管你是走上面的流程还是下面的流程哦 ，AO 就是一定会有的。然后发线还有一个控制模型的高低变形，那这几个通道加在一起就等于这种真实的质感。OK， 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几个属性哦。好，那基本色的话，譬如你要调颜色，我还没有调之前，刚刚都是棋盘格嘛，哈。那我现在调基本色，那基本色的话，就需要用到右边控制面板这里面的所有的函数，在 Unreal 里面的材质编辑器，其实就是很多函数所组成的一些功能，所以这边你要去找你要的功能，哦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先介绍第一个，我想要调颜色，所以这边有一个叫做 constant 常数 constant 这个。2、3、4，好，那我现在拉一个，我需要的是颜色，那颜色属于 RGB， 所以它是3个向量，所以你要找这个出来，这样，所以这个 RGB 就是颜色，好，那如果是4个常数4个向量呢？4个向量会多什么？多阿尔法，这个是阿尔法，你看这里几个灯，1、2、3，3个灯，那这3个加在一起就是这个的总和，哈，然后这3个加在一起加上这个叫透明度，所以你有用到透明度就需要用到这个。好，那我现在没有用到透明度，所以我直接就拉这个向量。好，这个是找功能最标准的。你从这边看是 Unreal 所有的运算函式都在这个地方。那有讲到的就要记哦。好，那这个常用，所以你可以用搜寻的。好，那这个名称叫做 constant， 所以你可以在空白处按右键用搜寻的会比较快。好，constant 这个是1个向量、2个向量、3个向量、4个向量。那1个向量是什么？1个向量就是数值，你可以控制那个东西的强弱程度。好，然后如果你要控制颜色的话，一样啊。找到关键字之后呢，按键盘上的上下方向键，可以找你要的功能。找到之后按 Enter 键，好，我要这个。好，那这个颜色修改方式就点2下，在这个色块上点2下。譬如说我改，好，这个颜色，这是之前的，这是新的。好，确定。好，改好之后你要给它哦，那这看你放哪里哦。基础色是什么？拉这个哦，这个代表这3个加在一起。那你可以单独拉红色通道、绿色或蓝色通道哦。那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的效果，所以是拉合在一起的通道哦。所以这里我要给基础色，那你粉红色给基础色，那看到就什么？看到就粉红色啊，就这样。所以基础色就是决定它最表面的颜色。那如果是材质，它就这样子。好，如果颜色那就很简单，就单颜色。那做完之后要存档，它才会更新哦。我现在还没有存档，我们看一下，这样，好，这里有没有更新？没有，所以调完材质记得要存档，它才会更新。所以这个存档，我们看这里，那这个存档就取决于电脑速度。好，存完就会看得到这个效果。这里更新，这里更新，这样好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先认识基础颜色。